快点，麻烦你动作快一点呐！我孙女在里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，你快点打开门让我看一下呀！快点儿。啊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奶奶，你们两个，老夫人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奶奶，奶奶，你们进来干什么呀？出去啊！哎呀，快走，快走，快！快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呀！哎呀，这一点小意思，刚才的事就不要告诉别人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奶奶和妈妈什么都看到了。还能怎么办啊？我去跟他们解释清楚。怎么解释啊？你以为他们是瞎子，什么都看不见啊？问题事情不是像他们看见那个样子吗？反正我不管。现在我的家人都知道了，你必须娶我才行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我娶你啊？哎，你那什么表情啊？我配不上你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就要我娶你啊？哎呀，我赶紧跟他们解释清楚，讲清楚就好了。解释？怎么解释？这还不简单，实话实说嘛。就说你拍广告的时候不小心摔到水里头，我跳下水救你，结果我们两个全身都湿了。那我就回来洗个澡，出来之后我找不到浴袍，我就拿这个浴巾先围着，然后你又要我帮你擦乳液，我就擦，就后来就他们进来看到那个样子吧。你，那要是我一口咬定我们两个早就已经情投意合，然后生米也煮成了熟饭，你说奶奶和妈妈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呢？哦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故意设计我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你管我为什么这么做？你要是不愿意也可以，那我们就去公安局把这个事情说清楚。啊？看看你是怎么借助工作之便欺负一个无辜的女孩。你一定知道这样的后果会是什么吧？哎呀，经理你。阿姨，韩燕。大个儿，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？你该不会是连夜开车回来的吧？累不累？要不要先歇会儿？是啊，广告拍得怎么样？顺不顺利呀？顺利。不过什么呀？出什么事了吗？阿姨，有件事我想跟您和韩烨好好商量一下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跟刘彩凡结婚？这可是太突然了。这是好事，好事，大哥儿，好事。啊，大哥儿啊，我就是想问，你跟那个刘彩凡认识才没多久啊，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呢？就是啊，大个儿，你这个人真的太不够意思了。枉费我俩朝夕相处这么久，你居然喜欢上别人了都不早说，到了结婚了才跟我们说。妈，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无情无义啊？我也不想啊。最近发生太多意外了，
很多事情我一时也讲不清楚。没事没事，讲不清楚就不用讲了。大个儿，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结婚呢是人生的一件大事。彩凡他们家大业大的，规矩肯定少不了。你呀，要多用点心，好好张罗张罗啊。哦，不过彩凡她说，婚礼的事情我不用担心，就由他们家张罗就行了。所以她今天特地放我一天假，让我今天晚上去陪她试婚纱。如果有空的话，你们能不能陪我去啊？好啊好啊，我也想看看彩凡穿婚纱的样子呢。我就是想说，当年我结婚的时候也没有穿过婚纱，我想去看一看。哎，我们2个人去的话，会不会不太方便啊？不会，怎么会不方便呢？你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，到时候订婚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在场，给我壮壮胆啊！哎，张叔呢？他在吗？你别管那个混账东西，你跟彩凡结婚的事，千万别让他知道了，要不然还不知道他会闹出什么事来呢。韩燕，我要结婚了，你是不是不高兴啊？当然不高兴啊，像个闷葫芦似的，啥都不说。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现在才告诉我们，还亏你说当我们是一家人，还叫我师傅呢。我说啊，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师傅。哎呀，傻丫头，大个结婚那是好事啊！啊，以后啊，他都有自己的家了，应该开心才对呀，是吧？哎呀妈，我只是跟他开玩笑而已。我现在巴不得他们俩马上结婚呢。大个儿，你放心吧。你订婚的那一天，我跟我妈肯定会穿得漂漂亮亮的，一定不会丢脸。哎，你们肯来我就很高兴了，怎么会觉得丢脸呢？你们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了。哎呀，这话是这么说，你跟人家结婚以后呢？就是人家的丈夫嘛，就算我们有什么问题，也不大方便打扰你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真的很傻啊！你就像我的妹妹一样，妹妹打扰哥哥这是很正常的。以后不管有什么事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我都替你挡啊！原来我在你心里只不过是一个妹妹，谢谢你啊，哥哥。大个儿，跟我来一下。大个儿，这是阿姨这些天攒下来的。也没多少，你别嫌弃，就这几百块钱，你先拿去用吧。男人身上不能没钱，要不然会被人家看不起的。啊，还有，这个戒指啊，阿姨结婚时候的，不值什么钱，可是我想把这个送给你，请你帮彩凡戴上，
就算是做个纪念吧。彩凡不是个世俗的女孩，她一定会很珍惜你送给她的东西的。啊，来，阿姨，您的心意我了解，但这次婚事都是刘家人在张罗，我也出不上什么力啊。他们也知道我根本就没钱，我不需要打肿脸充胖子的。这钱您留着用吧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？哎呀，而且，阿姨，这个戒指既然这么重要，你就应该留给韩燕。彩凡她什么都不缺的，她想要什么戒指，还怕买不到吗？没事，韩燕结婚的时候，我会给她准备的，你就收下吧。你就把它当做阿姨对你们的祝福，一定要亲自把它戴到彩凡手上啊，知道吗？哎，可是阿姨，哎呀，你再不收，那你就是瞧不起阿姨了。你别推辞了，拿着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就照您的意思办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今天晚上去试婚纱的时候，您亲自把这个戒指交给彩凡。哦，那也好。我苦命的孩子，大哥是个好人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妈虽然不能陪在你身边，但至少这枚戒指可以替妈陪着你。祝福你跟大哥一辈子美满幸福。韩燕，你要记住，我大哥这辈子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保护你，照顾你。你要是有什么烦恼，就告诉我，我一定给你想办法。爱是一种温暖心灵的光泽。如果有一天我的脑袋停摆动不了了，把你给忘了，你一定要带我来这个地方，让我看看这颗心，然后你要不厌其烦地告诉我，当时你是怎么救了我，我又是怎么跟你说我会一辈子照顾你、保护你的。别在泪水中酿成一种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你知道，我存在你身边。你看，现在太阳快下山了，但是明天太阳依然会升起。至于你，就算你摔倒了，下1秒钟，你马上就能站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让你站得好好的。当我像个孩子般哭了，为何我们的爱如此的曲折？结局并不需要一遍遍的揣测，就让幸福开始照射，直到真爱拥有绚丽的光泽。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永远支持你的。是你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，我也一定让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美丽。大哥，就算你忘了我1000次，我也要让你再想起我1000次。结局并不需要一遍遍的揣测，就让幸福开始照射，直到真爱拥有绚丽的光泽。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彩凡要嫁给大个儿？不是，你这消息打哪儿来的？是不是搞错了？哎呀，小声一点，耳膜都快让你震破了。我们是刚刚听到的消息，就马上给你打电话，这是千真万确。哎呀，哎呦，你都讲些什么？要讲重点。你看我的。是，喂，儿子，哎，你知道彩凡为什么这么急着结婚吗？而且还让大个儿入赘，他们是想早生儿子，是给刘家续香火，这样可以争得金玉堂的继承权。所以啊，你不能输给彩凡，知道吗？妈，这孩子你不是没生过，这孩子说生就能生下来的吗？况且我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，谈孩子是不是太早了点儿？哎，
没有女朋友找一个啦。就凭你是妈的儿子，一表人才，找女朋友还不容易吗？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女人不有的是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好了，行行，了，什么重点呢？还不是废话一堆。你才废话呢！儿子，我们刚刚还听到一个消息，你叔公他们这回去了凯宾斯基大酒店，碰到了一个叫赵雨天的人。听说这个人很有来头，熟知欧美市场，你叔公很看重他。爸，那个赵雨天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你叔公要彩凡接待他去参观酒庄跟仓库，记得啊，马上就会到，要好好的拉拢他，知道吗？别啰嗦了，就这样了。喂，儿子，喂，哎，儿子说什么呀？说很想念你。彩凡小姐，彩凡小姐，你今天特别漂亮，是为我打扮的吗？真好笑。我平时是邋邋遢遢不修边幅吗？那就算我说错了，对不起。哎，干什么？我想请你上我的车，怎么了？你油嘴不会说话吗？干嘛动手动脚的？彩凡小姐，我只是想能够快一点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，以表达我对你的好感。请。这么好的车，租来的？哦，我常年在国外，很少回来，车嘛，代步的工具，没必要。也是，这么好的车，也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。酒庄怎么走？你先往前开吧，要转弯之前我会告诉你。你真的有办法把我们金玉堂的酒销到欧美去吗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你要是没有这个能力，我就没必要浪费时间了。我们是创投公司，对每项投资的业务要有专业的评估，这可不是1、2天的事。而且我还得持续追踪你们的客户层、销售业绩、年产量，最后呢做成报告，进而剖析欧美的销售市场。你不用说那么多，我只想知道，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把我们的酒销到欧美去？那得等我把市场数据分析的报告做完。这么听来，我怎么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呢？你会开车吗？刘小姐，我不明白，你要是真想替金玉堂出一份力，就应该对我友善一点。我告诉你，我所做的报告可是关乎到你们金玉堂能不能够在欧美打开市场。
我实在是搞不懂，为什么你总是对我没有好感？我就是对你没有好感。第一，昨天你就那么跑过来打扰我拍广告。第二，就算你有能力把我们金玉堂的酒销售到欧美，你们公司也愿意投资，那也要看看我们金玉堂愿不愿意。我为昨天的事情向你道歉，我希望你大人有大量。我这样做你能满意了吧？开车吧。那边是我们的仓库，这边是我们的生产车间。你们金玉堂规模不小啊，我们金玉堂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，在中国也算是一家老字号了。哎，彩凡，你带赵先生到店里去转转，顺便看一下销售情况。好，那我们去店里看看吧。好，那我们先过去了。啊，好，回头见。一会儿都保持笑容，有位重要的客户要过来，大家都要打起精神，保持微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很好。哎，来，都站好了，站好了，微笑微笑。这刘香搞什么？赵先生你好，我是金玉堂的销售经理刘翔。你好，欢迎赵先生前来莅临指导。谢谢谢谢。欢迎。好，谢谢。真的没想到，你们举行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，我受宠若惊啊。这是应该的。身为金玉堂的重要营运者，对于市场的脉动、业界的消息是非常敏感的。我知道赵先生身为国际创投公司的重要干部，平时忙于公务，难得轻松，所以呢，我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个欢迎仪式，给赵先生一个惊喜，算是精神鼓励。您看还满意吗？满意满意，我真的很荣幸，也让我感到很愉快。那就好，这也是我的荣幸，也是我们金玉堂的荣幸。来，赵先生，里边请。好，请。欢迎光临。这全是酒啊？这些呢是我们的系列产品，这是我们的代表作。这是我们金玉堂的第一支红酒，名叫吐鲁番。眼前这瓶金汤玉液呢，是金玉堂销售历史最悠久的白酒之一。它是使用晋中平原一带高粱为原料，完全依照汾酒的古法酿造蒸馏。赵先生，这个酒叫红花瓷，它不仅仅是纪念我们金玉堂创立了100年的一个里程碑，也是酒产品中不可多得的一件艺术品。经过我们这么多的介绍，相信你对我们金玉堂酒庄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吧？经过你们这么详细的介绍，我对你们的金玉堂不只是了解，更是崇拜。接下来，我想看看各类酒的销售情况，怎么样？这个赵先生，我是这儿的销售经理，这方面的业务呢，就由我来替你介绍。
相信听完我的介绍以后，赵先生对我们金玉堂的酒和我本人会有更全面的了解。魏导演，啊，这么快就弄好了，不愧是高手啊！真的谢谢您。那我一会儿就过来吧。好，好，再见。啊，我还有一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要不我送你吧？不用了，我们的销售经理不是还有很多事情要跟赵先生聊吗？我自己打车就可以了。啊，赵先生，楼上请。若花，倒杯咖啡进来。是，经理。赵总，请。请，谢谢。请慢用。刘经理，你们酒庄店员的制服还是蛮有特色的嘛。呵，这个都是我的点子。只要稍微花点制服的钱，就能让这些销售人员成为吸引顾客上门的活广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听你这么说，还蛮有成效的嘛。岂止成效啊！你不知道，这些店员现在是我们金玉堂的活招牌。这一走出去，到哪里都是吸引眼球的亮点，还省了广告费呢。你还蛮有商业头脑的啊！哼，这没什么。赵先生，您看了我们这店里的酒的销售记录，觉得怎么样？还有问题吗？啊不，你有问题尽管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地回答你。这儿有这么多数据，我还需要消化消化。不过我倒有个问题挺好奇的。哦，什么问题？我一定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你们这个刘彩凡小姐，平时对客户都这么冷淡吗？你说她呀，她自以为是刘家的千金大小姐，目中无人。今天这种态度啊，都已经算是客气了。哦，真不知道我叔公为什么会选她做公关经理，这不简直是砸金玉堂的招牌吗？那你比较看低她。我说老哥，报表赶紧做吧，做完了赶紧交给我啊！行。我一见到你啊，我下午给你。我就知道，我们两个人呢，一定能够成为朋友。如果你想合作，找我就对了，我才是刘家产业正宗的继承人，是你最好的合作对象。你跟刘彩凡不是很和睦吧？他这个人和谁都处不了，别说是你我了，就连他妈都跟他不好。有这么回事啊？但是我听说，刘彩凡不是已经订婚了吗？他要像你说的这么难相处，那还有人娶她吗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这男的原来是他的助理，这两个人也没认识多久，也没看出两个人有什么恋爱迹象。你说这突然之间就要结婚，而且还是男方入赘，你觉得这奇不奇怪？是，有点奇怪。所以我认定，一定是刘彩凡逼着那个男的娶她的。哦，这就有点意思了。你想现在这个社会，世风日下，像刘彩凡这样的女孩，她不看重家境，不看重地位，不看重金钱，可真是很少啊。佩服，佩服什么呀？她心里想什么东西，我是一清二楚。我告诉你，她这么做就是为了跟我争夺金玉堂的财产。刘进城不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吗？金玉堂迟早都是她的，还争什么呀？你是外人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刘彩凡她根本就不是我们刘家人，她是刘家在外面领养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
赵先生，这是我们家务事，就不作为外人道了，还是不说了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是随便问问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也是感觉跟你比较投缘，所以才多说两句。对了，这事儿可千万不能外传，不好听啊。我知道。来，喝咖啡。刘彩凡他根本就不是我们刘家人，他是刘家在外面领养的。这么说来，我的计划方向还是没错的。刘彩凡果然是我进入金玉堂的最佳途径。这不是刘彩凡的耳环吗？连老天都在帮我。刘彩凡，看你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！怎么样，刘小姐？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很好，我觉得做的特别的精致。导演，真的很谢谢你啊！是因为刘小姐的出色演出，才能够使我们的拍摄这么顺利的完成吗？不过导演，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广告语可不可以气势再大一点呢？哦，没问题，我可以再改词重做一版。不过大致上还是以婚宴为主轴，带出喜庆吧。好。导演，我接个电话。大个儿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？是不是想我了？那个彩帆，我是想问你，今天晚上去看婚纱，要不要我过去接你啊？啊！哎呀，对了，今天晚上是要看婚纱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一忙都忘了。还好有你提醒我。这是应该的嘛？怎么样？要不要我过去接你啊？你先不要来吧，因为我广告的事情还没有忙完呢。等我忙完了就马上过去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我今天想带韩燕跟阿姨过去陪我挑几件衣服。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当然可以了，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。那你带他们好好挑。我这边弄完了就马上过去。好，彩帆，那晚上见。好吧，晚上见。拜拜。哎，阿姨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先去吃饭，然后再去试婚纱。韩燕呢？韩燕，快点啊！我们该跟大个去看婚纱了。妈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你们去吧。把门开开，让妈看看。不用了，我睡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哎呀，快打开，让妈妈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！韩燕，让妈看看，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哎呀，没事。韩燕，要是真的不舒服的话，到医院看看吧。没事，可能是昨天晚上睡得不好。我想我在家里睡一会儿就没事了。那你去帮大个儿把婚纱挑完以后回来还可以睡吗？可是，韩燕，是不是我要结婚的事情没早点告诉你，你不高兴了？不是。我跟你道歉嘛，对不起啊。现在只有你和阿姨是我的亲人，如果你生气不能够谅解我的话，我会很难过的。别生气了，跟我们去试婚纱吧。好吧，好吧，去吧。导演，
这次拍摄我非常满意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后续的工作还要抓紧呢。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抓紧的。导演，这个广告对我们公司非常重要。我知道，没问题的。我们能不能成功，就看这个广告了。导演，那一切就麻烦您了。好，刘小姐，你太客气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又怎么了？你耳环掉在我车上了。啊？我们约个地方见面吧，我拿给你。真该死！我好心要把耳环还给你，你怎么骂人呢？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我自己，太粗心大意了。那是我小题大做了。没有，你只是误会了而已。那好吧，为了表达我对你误会的歉意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吧，我把耳环还给你。爸，尝尝这茶，味道怎么样？哎呦，不好啦！妈，你慢点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大惊小怪的？坐下慢慢说。这不能慢呐！彩凡跟那大个儿，他们在一起呀。在一起？他们两个不是一直在一起的吗？爸，不是的，彩凡和大个儿啊，他们两个已经那个了。嗯？什么？你是说彩凡和大个儿他们已经？是啊。那你们怎么会知道？哎呀，我刚才吧想去房间看看彩凡，一打开门看见他们两个衣服都……哎呀，反正我不敢看呢，赶紧出来了。怎么会呢？这也太快了吧！是啊，彩凡这丫头，你说她是不是也太随便了？这还没结婚呢，就跟一个男人……哎呀，都怪我没好好教育她。你说刘家怎么会出这样一个人呢？真是脸面都丢光了。这儿女私情的事真的要发生，拦也拦不住。你别这么说她，我们该想一想怎么处理这个事。爸说的对，这孩子大了，七情六欲在所难免。妈，我们也不能太责怪他了。当初我们让大个儿给彩凡当特别助理，就该想到这一点。当初我们就该给他们立个规矩。现在出了这个事儿，我们做家长的也有责任。哎，都怪我啦！我当初只想啊，为他找个助理，保护他安全。可是没想到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啊！哎呀，妈，我们没有责怪您的意思，您就别误会了。我是说，彩凡和大个儿，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是两厢情愿、情投意合的话，那我们也别怪罪他们。现在的年轻人不都是自由恋爱吗？再说，我看大个儿这孩子也真是不错。如果他们是真爱，那说明他们也真是有这个缘分。对，我赞成晋城说的。既然彩凡跟大个儿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看不如就顺水推舟，让他们结婚吧。结婚？爸，你可考虑清楚啊！哎呀，我当然考虑清楚了。年轻人自由恋爱，我不反对，但我也不赞成他们婚前胡搞瞎搞的。再怎么说，我们刘家在社会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如果这个事传出去，也不好听。啊，如果他们两个真的喜欢对方，那就干脆结婚吧。也好啊，反正这一阵子我们为了彩凡的婚事挺烦恼的，那就这样吧。而且我看你也很想抱曾孙子。如果有曾孙子，也不错，是吧？也是，我还担心彩凡一直拼事业会影响终身大事，这回有对象我也就放心了。慧敏，你没什么意见吧？那就只能这样了吧。那我看看，找个好日子，
早点让他们两个结婚去吧啊！彩凡呐，我跟你爷爷商量过了，既然你跟大个儿都在一起了，我们就帮你选个日子，让你们早点结婚吧啊！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早点把婚结了，也免得你们偷偷摸摸的。倒是大个儿，平时看你木讷，看着挺老实的，没想到你暗地里跟我女儿在交往，你远远超越了我对你的想象啊！叔叔，爸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跟大个儿，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。本来想过一阵子再告诉你们大家，可是没想到今天，奶奶跟妈妈就闯进我的房间了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脸面都丢尽了。妈，这有什么好丢人的？我跟大个儿在房间里好好的，是你们闯进来的。那这么说，还是我不对了，是我揭人隐私，妨碍你们自由了。那我还得跟你道歉呢。我没说让您跟我道歉，我只是觉得我们这样做一点都不丢脸。哼，真是白教育你了，还让你上那么好的学校，到头来连一点羞耻心都没有，还跟我这么理直气壮的。哎，行了，妈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你那个老古板早就应该变通一下了。我老古板？哼，我至少还明白，这女人最起码应该懂得自尊自爱吧。行了，什么自尊自爱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是说，从你领养我到现在，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爱过我，不是吗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有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再吵啦！不是说好了吗？让他们早点结婚，我们这一房也可以开枝散叶。彩凡结婚，你们好抱孙子，那也是好事。你就不要再说他了嘛。妈说的有道理。大哥，听说你是因为意外丧失了记忆，那么你们俩结婚的事，我们该怎么通知你的家人？我受伤了之后，是韩燕和阿姨他们救了我，是他们在照顾我的，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。我只是觉得，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办好这场婚礼啊。大个儿，这你放心，婚礼的事情你就不必管了，这个由我们负责就行了。爸，我看不如这样吧，反正我们金玉堂的广告过一阵马上就要上电视了，不如我跟大个先订婚，把这个话题炒起来。之后呢，我们的广告上电视的时候就会引起更大的反响了。进城啊，这丫头的脑子挺好使。大哥，我看你俩结婚后，你得多花点心思去想想，怎么去对付她。爷爷，您看您说的，那我跟大哥还没结婚呢，你怎么就帮着他说话了？哎，彩凡，爷爷说的逗你玩的。爸妈，我觉得彩凡刚才这个建议挺好的，就这么办吧。好，好。爷爷，爸，那就这么定下来吧。我们快点吃饭了，我拍了一天的广告，肚子饿得咕咕叫了。再等等，我刚才约了今天救我们的那位先生，奇怪，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来？爸，你约他干什么呀？那个人怪里怪气的，我不喜欢他。哎，怎么说话的？他毕竟救了我们嘛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，有一位姓赵的先生，请各位到楼上用餐。姓赵的先生？是。不错。
是我的女儿，刘彩凡。你好。这位是？这是我的未婚夫。哦。乖，吃点好不好？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吃一点吧。我要妈妈。乖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怎么这么烫啊？发烧了？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乖，我就是你妈妈，以后我会对你好的，好吗？我不要，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刚刚连饭都没有吃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，妈今天就是没什么胃口，没事的。韩燕啊，你会不会怪妈妈？怪你？为什么？妈妈不能给你好的生活，不能像有钱人家那样穿好衣服，住好房子。妈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只要有妈妈在我身边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而且现在还有大个儿陪着我们不是很幸福吗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就算你问我1000次10000次，问到海枯石烂，我也是这么说。真是好女儿。对了，今天大个儿陪着刘彩凡去拍广告，不知道拍的怎么样了。我觉得，要是他也能上电视的话，肯定会很上镜。哎，妈，你记不记得他穿西服的样子啊？很帅，帅得不得了。哎呀，这小伙子穿上西装很体面，就跟那个画报上的模特一样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丫头，跟妈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？哪有？我只是……只是什么呀？只是啊？
只是每次见到他提到他，你的心里啊美滋滋的，开心的不得了，对不对啊？妈，还不承认呢？你就是喜欢上人家了。你说到哪里去了？我怎么会喜欢上他呢？你总是跟人家瞎凑对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妈不给你们瞎凑对儿了。我说过，大个儿这辈子都会好好照顾你、保护你。你要是有什么烦恼，就告诉我，我会替你想办法，知道吗？赵先生请来的厨师，厨艺真是不一般呐。不但菜的味道好，菜的色泽、摆饰的花样，没有一样是不讲究。是啊，真称得上是色香味俱全。不过也是，我这位厨师的确是得过很多厨艺大奖。不错，这奖真是好啊，得之无愧，得之无愧。哎，咱们敬赵先生一杯，感谢他今天晚上这么丰盛的招待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真不明白，为什么爷跟爸都对他那么客气？他今天不是帮董事长抢回钱包了吗？你就别糟心了。哎，你要改口了。改口？要叫爷爷。哎，对了，赵先生。啊，夫人，以后叫我雨天吧，叫我赵先生，我会觉得有点见外。好吧，好吧，你刚才说你是在外国的，到底是哪里人呢？为什么会到外国工作呢？其实我是南方人，初中的时候去了国外读书，最早在美国的哈佛，但是还没有念完，好几家企业就想聘用我，所以我就出来就职了。其实这次回国来，也是环球公司让我在国内找一些项目，看看能不能移植到欧洲去。说来也惭愧，我虽然是个中国人，但是对国内的情况根本不了解。这你放心，我们既然认识了，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，我们一定帮忙。真的太好了，我初来乍到，能认识这样的好朋友，是上天给我的机会。来，我敬各位，感谢你们。好，来。爷爷，我跟大个我们已经吃饱了，我们想下去走一走。再多坐会儿吧，我们正聊得开心。哎，彩凡，这儿还没吃好呢，怎么那么不懂事？没事，没有关系。如果彩凡小姐想离席的话，没问题。走吧，大哥。不好意思。张先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彩凡太不懂事了。哎，没关系。大个儿，今天我们两个这样闲逛，我突然觉得好幸福啊！这么容易满足啊？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好轻松、好踏实。但是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时，我反而觉得很不自在。我觉得这样很奇怪，他们是我的家人，而你只是一个外人。为什么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反倒觉得那么累呢？那是因为你脾气太倔了。你看，还没开始吃饭呢，你就跟你妈妈发生了争吵，一直到离开，你都臭着一张脸。那是因为我妈不喜欢我啊。也许是因为我不是她亲生的吧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以后我一定要开开心心的。
倒是那个赵雨天，哼，吃顿饭老是在说自己有多么能干，听着就觉得不舒服。哎，对了，大哥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对婚礼有什么想法吗？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能有什么想法？那也好，你要是没有想法，那我就全权负责了。大哥，我能看看你的项链吗？你说这条项链啊？嗯，这个你能取下来让我看看吗？啊，可以啊。我受伤之后啊，全身上下没有任何东西，就只有这条项链了。我想，用这条项链应该可以找到家人吧？不知道这个宝石是不是真的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大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宝石要是真的，那可是价值不菲啊。说不定你也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呢。真的假的？这宝石有那么贵吗？哎，你看，那边有间珠宝店，我们把宝石拿过去鉴定一下就知道了。走。哦。小姐，您的眼光可真不错，这是我们新到的货。谢谢。哎，您看，请问咱们这款能打折吗？哦，这个嘛，我得问问经理。小姐，你这个宝石是真的，而且价值不菲。大哥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这个一定是真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保管，知道吗？大哥果然是一个很富有的人。大哥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小姐，我想看看这个。好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先生，我建议你就买这幅吧，反正小姐也挺喜欢的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先付钱，改天你再拿钱给我，就算是你买给我的定情礼物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小姐，帮我包起来。好。刘老先生，今天我看彩凡在拍广告，不知道你们家族是做什么生意的？我们是卖酒的，也卖了几十年了，算是老招牌了。不过你刚从国外回来，所以对我们不了解。的确是，我刚进入国内，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多见识一些品牌，想把合适的品牌带到欧洲去发展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你刚才说的工作，就是这回事？差不多吧。我主要负责的是投资跟代理进出口贸易，找一些好的品牌去做投资和代理。哎呀，那真太巧了。我早就想把我们金玉堂的酒推销到外国去了，今天能够碰到你呀，这真是天意。好，有这个想法。那刘老先生，如果合适的话，我很希望跟你们合作。哎呀，你说这话就生分了。今天我们也算是机缘巧合。赵先生，你看哪一天你有空，我让彩凡带你去我们公司看看。哎呀，老头子，第一次跟人家碰面，你就谈起生意来了，还3句不离本行，你也不怕人家笑话？哎，不会不会，今天这个话题是我扯开的。其实我真的很希望跟贵公司有机会合作。这国外的买卖，我真的没有经验，能有这么个朋友帮忙，
那省多少心呢？啊，那我们就说好了，看哪一天你有空，我让彩凡带你去我们公司看看。哪天我一定专程去拜访。好，感谢。啊，那我们就恭候了。感谢。大哥，真的很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，我特别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这个就算是你送给我的定情之物，以后我看到它就像看到你。可是，你要看到什么才会想到我呢？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，这个耳环不便宜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还给你钱啊？你想这个干嘛呀？你有这份心就好了。我们很快就要成为夫妻了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呢，你不用想太多。大个儿，我怎么觉得我们之间还是有隔阂？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是不是觉得是我设计了你？觉得娶我其实特委屈。就算我生气能怎么样？又不能改变这个事实。啊，原来你真的是这么想的。本来就是嘛。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这件事情我根本就没做好心理准备。那我就不相信了。我们两个天天都在一起，你真的就一点都不喜欢我吗？是。我对你那么好，你这让我失望。你救我的那一天，我还以为幸福找上我，我觉得你也应该是喜欢我的，可万万没想到，那你救我干什么呢？你干脆让我跳下去算了。哎，刘小姐，不要，别这样，别丢。你怎么还叫我刘小姐啊？叫彩凡，我是你的未婚妻。好，彩凡，你别生气，你别把耳环丢了，我保证从现在开始一定对你好，你别生气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。这还差不多。那你现在抱着我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少诚意。爱情是场冒险，结局难以预见，谁能完美出现？爱情是场对决，你有高人指点，怎能全身而退？感受眩晕的瞬间，誓言说千遍道万遍，我只要你真心的表白，不妥协。爱情如此危险，视而不见，轰轰烈烈为爱不停歇。哦，太执着，度日如年，只怪你太过深陷。爱情如此危险，不顾一切，面对谎言不留情面，想让爱重回到原点，剧情开始上演，再次沦陷。你知道我活得有多辛苦吗？我做什么事情，我妈妈她都不喜欢。我现在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。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？没有人在乎我，
连我自己的妈妈都不在乎，我活着干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彩凡的婚姻是设计来的？没错。设计来的？你怎么能确定？听到的，他们为了这件事还闹了些不愉快，而且看上去好像是女的主动追男的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刘彩凡的婚事并没有敲定。嗯。